好，中美之間的科技戰，現在美國說呢，打不過我就來禁止吧。禁的是什麼呢？華府最新放話了，他要來封殺不是中國大陸的晶片而已，這一次轉向要來封殺大陸的開源模型了。尤其今天會來特別談到 Kimi K3，現在因為太火了，美國說那我也要來禁哦。那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全國都在封訂閱，美國喊暫停，真的喊得停得下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個深度的剖析。這一場中美之間的科技戰，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在 AI 戰能夠保持領先，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方可以保持優勢領先，留言寫2，來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好，這一場人工智慧戰的一個關鍵爆發的另外一場戰爭點，就在於現在太火紅的中國大陸的 AI 公司月之暗面，上周不是發布了它的 Kimi K3 開源模型嗎？結果這一發布之後，因為太受歡迎了，震驚了美國的矽谷跟華爾街，甚至是連國安系統都開始關注了，因為太多人使用了，所以川普說呢，我決定呢要來考慮對中國大陸的 AI 模型來實施使用的禁令，理由是因為中國大陸 AI 模型大家都在使用的話，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國安呢？包括可能會產生資料外洩啊，或者是這些模型被拿去產生更多的資料，他們就會讀取到更多有關於美方的各種國安資料呢。好，所以現在也說了要來禁 AI 模型，到底有沒有可能呢？好，真的只是一個國安的考量嗎？因為我们在商業上來看到這個數字也是蠻驚人的。美國企業 AI 模型 token 每周使用中國 AI 模型的佔比，2024年的時候我們看，當時只有4.4%，一個非常低的數字，但是現在光是今年到7月份為止，已經大幅升高，超過了56%了。現在包括了美國自己的企業 OpenAI 跟 Anthropic 都說受到威脅，希望積極游說說，川普啊，乾脆我們也考慮採用開源模型，可不可以？好，川普為什麼要封殺中國大陸的 AI 模型？國安考量還是保護美國自己的產業？他大使怎麼看？美國從頭到尾就是競爭的考量，沒有什麼國安，國安基本上就是借口，借口。那這次這個 Kimi K3 事實上引起美國幾大這個 AI 大模型公司的恐慌啊，恐慌最厲害的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因為他們兩款原來在領先的這個大模型啊，明顯被 Kimi K3 這種各種的這種指標啊所超越。而且呢 ，Kimi K3 第一個搞開源，第二個它的使用的這個價錢啊，比他們便宜太多了。而且它也造成一個整個美國硬體界的所謂的這個 GPU 這個圖形芯片的這個一個恐慌。對，因為它成功的減低了對於晶片的這個依賴度。那美國的其他的這種大模型都是靠大算力啊，配合這個 NVIDIA 的大算力。那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幾個大模型，從 DeepSeek 到現在 Kimi K3 啊，基本上都可以在中國大陸現有的晶片上來運作。是。那這 Kimi K3 它是同時可以在這個中國大陸華為的這個昇騰芯片上，跟這個美國的 NVIDIA 的芯片上來運作。所以呢，這個對美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所以呢，美國這些政府還沒表態之前，美國的公司先表態了。那也就是 OpenAI 它一個高管，他是事實上 OpenAI 主管未來戰略的一個高管，他這個人叫這個Ball， 就是裘，他姓裘 BALL 稱鮑爾啊。那他寫一篇文章了，他就在 Kimi K3 出來以後，他就在網上寫一篇文章，他建議美國政府要用什麼？要散布恐懼。怎麼樣散布恐懼呢？你就是要散布一個消息，就是說這個中國大陸的這種 AI 大模型都有後門，它會竊取你的資訊，它會竊取你的這個內部的機密，所以要來散布。散布以後就會產生一種寒蟬效應。這寒蟬效應就是說，很多美國大公司因為怕這個公司內部機密被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大模型這個 AI 大模型的公司所收取那造成它將來競爭發展上不利，就會不用中國的這些所謂的這個 AI 大模型。所以這個文章一出來以後在各方壓力下，它已經撤下來，因為實在
太沒品了，這麼大一個公司競爭不過別人就出此下策，還公開寫出來。不過美國政府會不會採取這樣子禁絕的方式？美國的專家有2批意見，一批就是說，你對中國大陸的科技禁止你只會造成憤怒，可是你沒有辦法阻止中國的進步，你會加速中國的進步，所以這個現在美國是一個他們的心靈的拷問，那麼看川普先生如何接招吧。好。現在是政府單位跟企業單位都很緊張美國的部分，那就是因為我們要來具體看一下，到底為什麼他們認為 Kimi K3這麼的讓他們這麼的緊張。我們先來看到這個 CG 上面有一個是 AI 模型的綜合排名這個是在我們看到全球的綜合排名的部分，前3名其實呢是 Cloud 跟 GPT 佔領，那第4名才是橫空出世的 Kimi， 其實。速度非常的快才一出世，它就已經列在第4名的部分。那如果看到具體的細節的話，我們看到這個前端的程式設計盲測的部分，它現在 Kimi K3是拿下了第1名，甚至超越了 Cloud 跟 ChatGPT。如果在涵蓋推理能力、程式理解等等的知識的話，綜合指數是僅次於2款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這2款模型的。那現在 Kimi K3的早期表現，美國媒體說叫做在 AI 圈掀起了驚嘆，在矽谷跟華府拉起了警報，那也把它定調在中國大陸的 AI 實驗室追上美國的一個最新案例。商業內幕這個媒體也做了一個分析 ，Kimi K3 造成轟動的3大原因：第一個，性能大幅提升；第二個，價格的優勢它的這個成本是美國。比它高了大概3倍左右，再來就是它有開源的這個能力，所以呢，允許更多的工程師可以加入，在這當中，開發者也可以做查看、修改跟部署。上次哥怎麼看？好，我們先看到它這個排名，事實上是盲測的結果，也就是說他都不知道這個東西是 Kimi， 所以測出來發現怎麼這麼強，大家是很驚嚇。好，先看是強，結果後來大家在仔細了解的時候，去仔細去追，你知道好多大神發現它真的不是蒸餾Kimi 現在不是都 ChatGPT 都批評這 DeepSeek 什麼，你們中國的 AI 都是蒸餾，結果發現不是蒸餾，它是原來自己的開發，而且是開源的還這麼強，大家是很難想象的，所以大家都很驚嚇。好，如同剛剛其實是講，就是這幾天發布之後，就在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大量的下載跟運用，直接轉移過去用 Kimi 的，真的不知反幾，使得逼迫 Kimi 就是在前2天宣布說他們暫停在提供一個這麼剛開始的一個優惠下載停了他們負擔不了。其實就這樣子，我們不講複雜，就是第一個 AI 第一要強，第2要便宜，第3個要能夠靈活的改動。Kimi 的部分的，我們講強就是這樣一樣強，所以沒什麼了不起。真正的部分是便宜，它的便宜有幾個關鍵，你要知道我們在如果輸入很多東西，特別是很多公司要用，它還有很多的文檔。在你在用那些所有的 Cloud 或 GPT 的時候，你在輸入，如果特別是你寫程式打了一大堆，你打進去的都要占 token 可是呢 Kimi 不用 ，Kimi 有它的緩衝的能力，就是你打100萬隻進去都不算錢。所以你只在還沒有開始跑之前 ，Kimi 就把你省很多。而且要知道，我們作為企業運用為什麼現在包括 Airbnb、Uber 跟 Spotify 都用中國的？因為現在如果你要大量的運算跟文檔跟客戶的資料的時候，我告訴你，其實你用 Cloud 是貴死了，貴松松。就他在讀你的一些既定的文檔，比如說你要計算，你要做程式，你要等等的或那各有擅長。可是呢 ，Kimi 的部分是你這些在所有跟文檔當中，它很便宜。所以對於現在美國現在是這樣子，到6月下旬、7月的這一波為主，60%。美國企業大大小小上市公司60%，60%以上都已經用中國的 AI， 而其中現在很高的都在用 Kimi。現在大概只有跟政府、金融有關的，他們要非常防護安全的，那麼以及非常大害怕股市受到影響的這些公司。但舉凡只要是美國現在新創公司1000人以下的這些中小企業，大幅度的都在用中國的部分的這個現在的 AI。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些東西，中國大陸不只是開源。剛剛講強便宜又能夠靈活這件事情，接下來月底還有一個那個就 DeepSeek 馬上在月底就要公布它的 V4了，基本上也應該不會輸 Kimi 啦。如果又有一波打來，美國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好，同一個問題，張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 Kimi K3 2大優勢，第一個我就是便宜，我因為這個便宜我低價，那個市場強調的是一種經濟原則，它會來衡量哪一個是比較經濟，哪一個比較便宜的。
那 Kimi 在這方面佔了優勢。第二個開源，因為我這個開源了之後，我的這個資料庫這個模型體會越來越大。那我現在2.8兆，我們知道1000萬就已經很大了，2.8兆是什麼？就是28萬個1000萬，哇！你看看不得了了。这個那你看看這個數量是多大？那這樣呢，讓來做使用。那來做使用的狀況下，人數激增，我們要大家都來用這個，那就會滿載 overloading。這個一滿載之後，就要做管制，要不然現在人家已經繳費的反而用不到了。对，那你新進來的，你就要開始享受。所以它從這個代表什麼意義？表示它整個膨脹非常的快速，大家都在使用。我認為這有3個特色。第一個，為什麼會產生這個狀況呢？除了價格之外，第二個我們也想到，就是因為大家想要來有一個客觀的。那我來看一看客觀的資料是怎麼樣，是有一個對照組，我不要只看 Cloud 或者是看 ChatGPT， 那我來看一個這個 Kimi， 我要來對照一下，我不要只是一言堂啊，那有個對照組，有個科學組，那就不一樣啦，是這個樣子，這個因素啊。第3個呢，我認為美國會走向以國安因素，因為它是開源，以國安因素做保護，美國都是這樣子，打得過的時候。